家属，手术押金15万先交。医生，能不能先救人？钱我马上凑。病人急性心梗，已经推进抢救室了，但后续支架和手术费用不能拖。你是他儿子吧？余额不足。再刷一次。还是不足。不可能，里面有20万，前几天还有20万。先生，卡里现在只有236块8。236块8，3天前这张卡里还有20万。陈子，我就借10天。婚礼车队、酒店尾款，女方亲戚都看着呢，我不能丢这个脸。礼金一到账，我立马还你。新郎官准备敬酒。喂，谁啊？赵鹏，是我，凌晨。你换号码干什么？我妈突发心梗，在县医院抢救，把20万先还我。陈子，你别闹，我今天结婚呢。我没闹，医生说手术费15万，我妈等着救命。凌晨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我大喜日子，你非要在我婚礼上添味气。赵鹏，那是我全部积蓄。我知道，你拿我的钱租豪车摆酒席，现在我妈等着救命，你跟我说没钱？钱是你自愿转的，又不是我抢的，借条也没打。你现在逼我，有意思吗？所以，你不还？不是不还，是现在不方便。什么方便？过段时间。我妈等不了过段时间。谁呀？怎么还不过来敬酒？一个穷亲戚催债的。穷亲戚催债的。15年的兄弟情，原来只值这2个字。男人结婚一辈子一次，这牌面谁也别想坏我兴致。小钱。林桂兰家属，我在。病人情况不稳定，后续费用必须马上准备。我去凑。家属别崩，现在你母亲能靠的只有你。15年长途大巴，我认识的人不少，可真正能在深夜拿出10几万的人，没几个。陈子，你不是今天没班吗？周叔，我妈心梗，医院要15万。县人民医院？我马上到。我手头没那么多，先给你凑3万。周叔，我给你写借条。救人要紧，写什么借条？要写。我已经吃过一次没借条的亏了。年前，老周丁的车坏在山路上，是我主动分流乘客，陪他等拖车到半夜。1万，马上转，5000，别嫌少。不少，谢谢哥。3万2，密码6个8。周叔，借条。你小子叫的跟你爸一样。赵鹏那20万，你留证据了吗？转账记录有，聊天记录呢？有，他说借10天，礼金到账还。朋友圈炫富的视频呢？保存了。这小子真不是东西。目前到账5万8，先安排手术准备，后续费用继续补。谢谢。鹏哥，凌晨他妈进医院了，他那钱你是不是先还点？他跑大巴这么多年，认识那么多人，15万还凑不到，非得在我婚礼当天找汇钱。再说钱是他自愿转的，又没借条，等礼金收完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这东西要是发出去，他赵鹏今晚就得全县出名。陈子，这么好的东西你真不发？不发。为什么？我妈还在里面，我要的是救命钱。视频发出去只能让他丢脸，证据留下来能让他还钱。刚才你在那边拍什么？有没有录到不该录的东西？怎么了？今天我们的新郎赵鹏先生用最盛大的方式迎娶他最爱的女人。赵鹏，你这些车到底怎么租的？我表姐都说牌面太足了。老公说过不会让你丢脸。你不是说最近工程款还没结吗？男人办婚礼总有办法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赵鹏不是没本事。鹏哥，干什么？刚才凌晨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你手机亮了，朋友圈有人说他妈进医院抢救了，挺急的。今天我结婚，别提这些。那钱毕竟是他借你的。你站哪边？他凌晨跑大巴这么多年，认识那么多人，15万还凑不到，非得在我婚礼当天找晦气。再说钱是他自愿转的，又没借条，等礼金收完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
3年前我还是职高学生，路上堵车，所有人都以为赶不上了。老师，车上有孩子去考试，路上堵车改道，麻烦帮他说明一下情况。是林师傅绕了一条老路，又帮我联系考点老师。孩子考试不能耽误。现在那个帮过我的林师傅母亲在医院抢救，我不能让这段话烂在这里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才谁找你？一个穷亲戚，穷亲戚？催债的。今天这种日子提前晦气。你欠人钱？没有，就一点周转。多少？没多少。赵鹏，到底多少？下面有请新郎新娘共同切开象征甜蜜的婚礼蛋糕。赵女士，宴席临时加桌、酒水升级，还有车队超时费用，需要婚礼结束前结清。不是都付过了吗？合同里写的很清楚。这场婚礼的排面比我想象中还要贵。你母亲暂时抢救回来了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别高兴太早，后续支架、用药、监护还要准备10万左右。陈子，这是李律师。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、婚礼视频、催款电话都有用。没有借条也能要回来吗？能，但你现在必须马上做一件事儿。什么？固定证据，尽快发律师函。赵鹏今天收礼金，如果他今晚把礼金转走、花掉，或者拿去还别的债，你后面追回来会更麻烦。那里有人拿我的救命钱撑牌面，这里母亲还在等下一笔费用。李律师，律师函今晚能发吗？能，那就今晚发。新郎，请说出你此刻最想说的话。今天这场婚礼是我赵鹏给我老婆的承诺。看来新郎业务很忙啊，新婚当天还有人找。谁发来的？没事儿。赵鹏，你又骗我。今天婚礼别闹。到底是谁？手机、邮箱、纸质函都按流程走了。你真不去婚礼现场？不去。那小子现在正风光，你就不想当众问他一句？想。那你还忍？闹婚礼只能出一口气，证据能要回我妈的命钱。哎，平时总念叨我多吃饭的那张嘴，现在安静的让人害怕。病人还没完全脱离危险，家属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在这儿等。你这样扛不住。我扛得住。喝点。你别把自己也熬倒了。周叔，我是不是挺傻的？傻什么？20万全借出去，连借条都没打。我妈当时就劝我说：“赵鹏这几年变了。”陈子，赵鹏这几年变了，人穷的时候讲义气，不一定富一点还讲。他这些年总爱攀比，明明工程款没结，还非要买名表。人活一张脸。你妈看人准，我总想着她小时候对我好过。人小时候好，不代表一辈子好。我原本攒的钱足够让我妈治疗，也足够让我换车。15年，我终于快攒够换车的钱。你那辆车怎么办？先不换了。可那车真不能再跑长途了。我知道，那就先跑短线，或者给别人顶班。车以后还能换，人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林师傅，我是陈国强。陈总，别叫陈总，叫老陈就行。听说你母亲住院了，2年前她一批货赶不上交付，是我连夜帮她协调司机临时换线。陈总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朋友圈看到的。你现在缺多少？还差一些。具体多少？林师傅，我认识你不是1天2天。你这个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开口。你现在不说，是把我们当外人。后续可能还差10万。我可以预付你10万。不行，太多了。不是白给。长期跑县城到省城农产品小批量配送。你路熟人稳，客户也信你。等你母亲情况稳定，我们见面谈。你不是只会开车，你跑了15年，攒下来的不只有20万，还有信誉。陈子，你发律师函是什么意思？阿姨，那是我妈的救命钱。你妈生病，我们同情。但鹏鹏昨天刚结婚，你现在闹成这样，是要毁他一辈子吗？那他拿我20万办婚礼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毁我妈一辈子？陈，你要真敢告他，你和鹏鹏从小一起长大，阿姨，这句话我记下了。吃不下，吃不下也吃。你妈醒来要是看到你这样，比她自己病还难受。转账备注写了吗？写了，借鹏婚礼周转。微信聊天里有借款意思表示吗？有，他说借10天，礼金到账还。很好。
没有借条也能起诉吗？可以，民间借贷不一定必须有纸质借调，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、录音、证人证言都可以形成证据链。第一，但你要注意2点。您说，不要在网上发布带有侮辱性、攻击性的内容，也不要引导别人去网暴维权。我明白。第二，不要去婚礼现场闹事，不要发生肢体冲突。对方如果反过来抓住你情绪失控的把柄，会影响事情处理。我不会。你很冷静。不是冷静，是没资格崩。我先帮你发正式律师函，如果对方拒不还款，再准备诉讼和财产保全申请。你准备得很完整。昨晚以前医院走廊里有个病人家属是律师助理，他提醒我别冲动，先固定证据。这就对了。还有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惩罚谁，而是把母亲救回来，把生活稳住。我知道，钱要回来是底线，但我不能为了一个背信的人把自己也搭进去。你现在还觉得凌晨是在回你？他就是想让我难堪。难堪的是你，躺在医院抢救的是他妈。我确实委屈，也确实愤怒。如果我现在把所有截图发出去，赵鹏一定会被骂，婚礼的牌面会变成笑话。依法维权，不要越界。我不想让帮我的人最后也卷进麻烦。不要和他们冲突，保存原文件，别外传。有人威胁你，及时报警。明白。他们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儿。是不是跟凌晨有关？你别听别人乱说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婚礼的钱是不是借的？借了多少？没多少。多少？20万。谁的？凌晨的。就是昨天给你打电话说他妈住院的那个。赵鹏，你疯了吗？人家母亲抢救你还拉黑他。我那不是忙吗？忙到不能说一句实话。我结婚了，我不想让这些破事影响婚礼，有错吗？破事儿，那是人命。凌晨又不是没朋友，他最后不也凑到钱了吗？赵鹏，我今天才发现你这个人太可怕了。张雅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了面子拿发小的钱撑婚礼，人家母亲急救，你第一反应不是晦气，你让我觉得这场婚礼像个笑话。你别忘了，这牌面也是给你们家看的。我宁愿不要这种牌面。吵什么？新婚第1天就吵，也不怕人笑话。阿姨，礼金数了吗？数了，出去要还的人情剩8万多，先还梁晨5万。凭什么先还他？因为他母亲在医院。不是已经抢救过来了吗？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这场婚礼不是笑话，是照妖镜。赵鹏，婚礼的钱到底是谁的？我不能回答。雅雅，你刚嫁进来，不知道情况。鹏鹏和凌晨从小一起长大，兄弟之间周转一下很正常。周转是人家母亲抢救的时候还不还？你这是胳膊肘往外拐。这不是往外拐，这是做人。够了！你现在拿5万出来，先转给凌晨。不可能！为什么？酒店、车队、婚配都在催，我哪还有钱？那是你的牌面，不是他的责任。张雅，你能不能别说的那么轻巧？我办这么大的婚礼，还不是为了你们家有面子？我宁愿你没有这个面子。婚礼当天你不也笑得挺开心？我开心，是因为我以为那是你努力给我的体面，我不知道那是你拿别人母亲的救命钱换来的。雅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回娘家。新婚第2天你回娘家，别人怎么看我？赵鹏，你到现在还在想别人怎么看你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凌晨在医院走廊里是怎么看你的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追啊！每一条消息都像一巴掌。这场婚礼没有给我长脸，他只是把我最难看的样子摆到了所有人面前。你想干什么？小许手里那个视频不能留，除去必须还的人情只剩8万6，酒店、车队、婚庆3家加起来还差6万多。都
都怪凌晨，他早不催晚不催，非要婚礼当天催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要不先拖着，反正他们也没借条。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，可律师函来了，小许的视频也在。赵鹏，一个男人穷不可怕，拿别人救命钱撑脸，还不认账，这才可怕。我从小最怕别人看不起我，可现在所有人都我恨凌晨不顾兄弟情，恨小许多管闲事，也恨张雅不给我台阶。你去找小雪，找她干什么？问她手机里有没有视频，有就让她删了。鹏哥，这不太好吧？你到底是不是我兄弟？鹏哥，我可以问，但你别乱来。现在这事已经牵扯律师了。少废话！只要视频没了，事情就不会那么难看。小雪，昨天你是不是录到什么了？我只是正常工作拍摄。鹏哥的意思是，有些视频别留了。视频已经备份了。鹏哥，小许不肯删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视频已经备份了，还说如果有人威胁他，他会报警。他算什么东西？鹏鹏，你冷静点。我冷静不了，他们都想看我笑话，我偏不让他们如愿。赵鹏又作妖，想删视频，这人真是没救了。赵鹏的证据越来越多。林师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些年跑的不只是一条客运线？什么意思？乡镇老人去省城看病，农户送小批量土特产，学生周末往返，工人去市场接活，这些需求一直在，但没人把它们整合起来。谁家老人腿脚不好，谁家孩子周五回家，哪个村口适合上车，哪段路雨天容易堵，我都记着。以前我只当那是司机习惯。你手里有没有老乘客记录？有。那可能不是习惯。林师傅，你这不是一本通讯录，这是清河县半条路网。我以前从没觉得这些记录有多值钱。乘客腿脚不好，我就把车停得离路边近一点；学生赶考试，我就提前看路况；老人去腋下哪天不能迟到；农户托我带东西，我就写清楚谁交的、谁收的，有没有易碎。15年下来，手机里一份表格，纸上几本旧账，竟然攒了厚厚一摞。陈总，这东西真有用。太有用了！清河县到省城这条线，零散需求一直很多，但没人敢做，因为不稳定、不透明、不合规。林师傅这本账把人路、时间、需求都记下来了。我没想过做生意。你已经做了15年，只是以前你卖的是车票，现在你可以卖服务。其实我昨晚也想过。陈子，你什么时候写的？昨晚，我妈后续治疗要钱，我那辆老车又不能跑长途了，只靠借钱不是办法，我不能一直等别人救。第一阶段不碰复杂线路，只做清河县到省城东市场、省城医院这2条固定需求。车辆找手续齐全的合作车，司机必须有资质，农差代送只做小批量，易碎品优选，包装标准统一。你连这些都想好了？我开了15年车，知道路上最怕侥幸，侥幸一次，车上几十个人都跟着冒险。我愿意先签3个月试用型协议，预付10万合作款。不行，10万太多了。不是借你，也不是可怜你，这是预付款。我买的是你的线路经验、乘客信任和服务标准。陈总，有件事我得说在前面。你说。我母亲生病是家事，赵鹏欠钱是纠纷，做客运服务是生意，这3件事不能混在一起。我不卖惨，那你卖什么？卖信誉。林师傅，就冲这句话，我更敢签。我不是只剩下一辆旧车，我还有15年握方向盘攒下来的信任。林师傅，我和老张头还有隔壁2个老姐妹，下周1要去省城医院复查。以前转车太折腾了，你能不能安排？几个人？几点到医院？4个人，最好上午9点前到。可以，我安排合规车辆，提前1天确认车牌、司机和价格。你办事，我放心。简单几个字，让我心里一热。林叔，我妈说你能帮忙带家里的土鸡蛋到省城。能，但要包装好，易碎品我会提前说明风险。能带1箱菜吗？周末学生能预约吗？医院复查能安排吗？行，我记一下。这还没正式单子先来了，先别接太多。为啥？咱们第1天得先把规矩立好。陈子，你比念想还细。第1趟不能出一点问题。刘婶，慢点。还是你在，我心里踏实。林师傅，你这新服务好，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最怕转车。以后提前预约，我们尽量安排。哪里路口容易堵，要记下来；哪里可以设置固定上车点，也要记。老人上车需预留多长时间，也要算进去。到医院门口怎么停靠最方便，也得记清楚。林师傅，辛苦费
刘婶儿，价格表是多少就是多少，那你不亏吗？规矩立住就不亏。你爸当年也是这样。您认识我爸？坐过他的车，那时候你还小呢。你爸开车稳，说话少，但心好。第一步，走稳了。扣掉油费、司机成本和杂费，利润只有200多。赚了，赚了。第一步走稳了。那个林晨不像你说的穷司机，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。手续齐全，我倒要看看他一个跑大巴的，凭什么做客运？陈子，有事儿？我来看看阿姨。不用了，她需要休息。我就看一眼。你来看她，是因为真的关心，还是因为律师函？我知道这事是我不对，我昨天也被我老婆骂了。这里5万，先还你。转账，备注归还欠款本金。你现在防我防成这样，不该防吗？剩下15万什么时候还？我现在真没钱，婚礼还欠了不少尾款。那是你的事儿，你非得逼死我！我母亲抢救那天，我有没有求过你？我当时我说把钱还我，我妈要手术。你说别在你婚礼上添晦气，我那是气话，气话也是话。我现在不是来道歉了吗？道歉不是万能的。你还要我跪下吗？我不要你跪，我要你按时还钱，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。林晨，你真变了。是，以前我以为忍让能换真心。视频能不能删了？你今天不是来道歉，是来删证据的。我只是觉得没必要闹这么僵。从你拉黑我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僵了。剩下的钱按律师函约定期限还，还不上，我们法院见。林晨是吧？有人举报你们晨路客运涉嫌非法应运，请下午带材料来核查。谁举报的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不重要。赵鹏那小子前脚刚来，后脚就有人举报，你还说不重要？如果我们自己合规，就不怕查；如果有问题，早点发现，早点改。你这人真是稳得让人着急。我陪你去。不用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事儿，有不清楚的就问，别怕麻烦。你们这个预约接送和非法行运边界要分清楚。我们目前只做合规车辆合作，不私自揽客。农产品代送涉及货物安全，也要有标准。已经在制定包装规范和风险提示。驾驶员管理呢？每趟出车前检查疲劳驾驶限制、乘客反馈记录。准备的挺充分。我是开大巴出身，知道路上不能侥幸。还有人说你拿你母亲生病卖惨敛财。我母亲生病是事实，但晨路客运所有订单都按服务收费，有合同、有票据、有成本明细。我不卖惨，我卖服务。有些宣传英语要调整，后续如果扩大规模，需要办理相应许可。谢谢，我今天晚上就改。咋样？
没事儿，提了整改。我还以为要罚你。该整改就整改，啊。有人查，说明这条路得走得更稳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有律师，有调解员，有证据。你一个人去，我怕你心软。周叔，我现在最不敢心软。每一张纸都不是为了卖惨，是为了证明一件事。陈子，你真是长本事了，还把我们鹏鹏弄到这儿来。请注意情绪，这里是调解室，不是争吵场所。陈子，叫我林晨吧。目前争议金额为20万元，赵鹏一方已归还5万元，剩余15万元。赵鹏，你是否认可这笔借款？那钱是陈子自愿转的，鹏鹏也没逼他。自愿转账不等于赠与，聊天记录里明确写了借10天，礼金到账还。转账备注也写了婚礼周转借款。你本人回答，是否认可借款事实？认可。鹏鹏，请不要打断。这种时候，骂已经没意义。剩余15万，你计划如何偿还？我现在一次拿不出来。可以分期，但必须有明确期限和违约责任。每个月还5000吧。鹏鹏刚结婚，压力也大。我不同意。你怎么这么不近人情？阿姨，你们办婚礼的时候没问过我压力大不大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每月1万5，10个月还清。太多了！我现在工程款没结，车队酒店还在催，我哪来这么多？那是你的债务安排，你可以工作，可以变卖不必要物品，可以和其他债权人协商，但我母亲的手术费不该为你的牌面让路。林晨，你非要把我逼到绝路！没有人逼你，借钱办婚礼的是你，刷黑晦气的是你，拖着不还的也是你。赵鹏，你要认识到一点，调解是给你一个主动履行的机会。如果调解不成，进入诉讼程序，判决生效后仍不履行，可能面临强制执行。强制执行，这么严重？合法债务当然要承担法律后果。可他们毕竟是发小，情分不能替代还钱义务。我签。林晨，我真没想到，咱俩会走到这一步。我也没想到。你恨我吗？恨过，但现在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时间一直恨你。我妈要康复，公司要做起来，司机要吃饭，乘客要准点，我的日子还得往前走。那边负面消息太多，甲方不放心，工程尾款先压一压。完了，刚签下的第1期还款已经凑不齐了。晨露客运试运行第3周，第1条差评来了。晨露客运就是打着合规旗号乱收费，司机态度差，迟到20分钟，还夹带私货。说什么帮老人接送，其实就是变相拉客。胡说八道！咱哪趟迟到过20分钟？陈子，这人我有印象。昨天坐车那男的上车就挑刺儿，问东问西，还一直拍视频。别急，先查订单。昨天这趟车提前6分钟到集合点，准时出发，提前12分钟到省城。态度差更不可能，我全程有行车记录仪。那夹带私货呢？同车有2箱土鸡蛋，1箱青菜。全部提前登记，客户签收，价格公开，乘客也提前知道。这就是故意黑你。您好，我是晨露客运林晨，您反馈的问题我们已收到，请问方便提供订单截图和具体收费凭证吗？如确有问题，我们公开道歉并退款。不用装了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们愿意接受平台、主管部门和乘客共同监督，请您提供具体证据。
昨日订单清河县至省城医院，预约时间6点钟，实际到达集合点5点54分，实际出发6点03分，到达省城医院8点42分。收费按公开价收取，随车农产品2箱鸡蛋、1箱青菜均提前登记，未占用乘客座位已签收。晨露客运接受真实批评，但不接受造谣。我坐过林师傅的车，他从不乱收钱。我父亲当年就是林师傅送医的，他这个人我信。造谣的人敢拿证据出来吗？我好像见过这个投诉的人，他昨天在金海湾附近和赵鹏坐一桌。我就知道是他！赵鹏可能违反调解协议，散布不实信息。证据保存。本来想毁掉凌晨的招牌，没想到，差评刚发出去，就让凌晨又立了一次规矩。你欠钱不还，还造谣，赵鹏，你真的没救了。差评事件过去后，晨露客运的预约反而多了。凌晨没有趁热接太多单，他把每天订单控制在3趟以内，每趟都要复盘，哪里晚点，哪里上下车不方便，老人需要多长时间，农产品包装有没有破损，司机有没有疲劳式驾驶风险。陈子，你这比开公司还像开学校。现在就是在补课。补什么课？补以前只会开车不会管事的课。可生意刚有起色，麻烦又来了。清河县另一个跑短线的司机老侯开始低价抢客。林师傅，人家40，你们怎么贵这么多？我们使用合规车辆，提前确认路线、车牌、司机、保险和服务内容，价格公开，不临时加价。说那么多，不就是想多收钱吗？跑个省城而已，哪来那么多规矩？他那车手续不全，还敢这么说？走，别吵。为什么？乘客不是听谁嗓门大，是看谁能把人安全送到。3天后，老侯出事了，不是大事故，但足够吓人。我这上午的专家号错过了，可怎么弄啊？有没有车能来接一下？在南桥路口。我过去。确认人数，确认身体情况，确认医院预约时间。林师傅，早知道还是坐你的车。以后不管坐谁的车，先看手续、保险和安全设备。便宜有时候真贵。老侯在群里沉默了一整天。你们上次整改后的材料我们看过了，最近乡镇预约出行需求比较多，部门准备做一次合规服务调研，你愿不愿意参与咨询？我可以吗？你们规模不大，但是是最合规的。路上这件事儿我们也都看见了，好样的。陈子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心里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底气。有人走捷径，我偏要走正路，而这一次，正路终于开始给他回响。凌晨，你母亲明天可以出院观察了。钱的事儿，别太为难自己。妈，钱的事我在处理，你现在只管养身体。赵鹏还钱了吗？还了5万，剩下的签了协议。那就好，钱要回来就行，别把自己困在恨里。我知道。这是你现在跑的车？合作车。你的旧大巴呢？在修理厂。
不能跑了。长途不安全了。他陪我跑了15年，也陪我爸跑过最后几年。你爸要是知道，会心疼。他该休息了。这车啊，真是跑不动了，再修也只能跑短距离了。那就不让他上长途了。你舍得？舍不得。但开车的人都知道，该停的时候不停，车会翻。你爸以前也这么说。庆祝阿姨出院，也庆祝陈露客运第1阶段稳住。林老板，说2句。别叫老板，那叫什么？叫林师傅。这些人不是被我的惨打动的，是被我15年留下的信任拉到一起的。谢谢大家。陈露客运不一定做得很大，但只要我还在一天，安全、准点、透明这6个字不能丢。李律师，赵鹏第1期还款期限到今晚12点，目前尚未到账。距离逾期只剩13分钟。这表保卡不全，最多12000。我买的时候3万多。撑面子的时候按3万算，卖的时候就按行情算。鹏哥，不是我不借，你现在这情况，我怕借了也回不来。连你也看不起我！雅雅，我第1期还款差3000，你能不能先帮我垫一下？赵鹏，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我现在真没办法了。你不是没办法，你是不肯先承认自己错了。我都签协议了，还不算认错吗？你签协议是怕被执行，你不是后悔伤害了别人，你是后悔自己丢脸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找人给陈露客运刷差评是不是你干的？你听谁说的？你不用管我听谁说的。赵鹏，到现在你还想着怎么补妆体面，怎么毁别人，你真的没救了。按协议处理。明天提交申请材料。他真这么绝？妈，你能不能别说这些了？现在怎么办？家里真没钱了，只凑了2000。第一次觉得天塌下来的时候，再也没人替我顶了。赵鹏，你那个工程保证金还没打过来，甲方换人了。再给我1天！保证金真的没戏了吗？不错，
真不错。林师傅，以后咱也算有门面了。这辆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它是陈国强预付的那笔定金，是未来3个月雷打不动的稳定订单。你爸要是看到，肯定高兴。这是大家一起撑起来的。价格确实比以前强多了。车牌号确认完毕，司机身份确认完毕，路线清河县到，预估到达时间10点40，车内已配备安全急救包，请大家核对随身物品。林师傅，你这仪式感比结婚还足。结婚可以热闹，跑车不能糊涂。他还是那个爱记细节的人，只是这一次，他不再只是给别人开路，他也在给自己开路。凌晨，我错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脸？赵鹏想要的不是悔改，他还是只想要脸。赵鹏最后一笔钱到账，是10个月后的一个清晨。至此，15万元全部结清。林总，款项已收到，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。还清了。这下总算结束了。结束了。你不跟他说点什么？没有辱骂，没有旧情重提，也没有胜利宣言。收到就是收到，账清了，人也清了。回不去了。